果要判断一件衣服容不容易起球，就要看它组成的材质有多少。如果组成3种以上的话，毛衣的季节到了。最近 Uniqlo 跟 Marimekko 合作的女装毛衣系列，还有 Zara 跟 Nanushka 也联名设计男装系列，不知道你下手了没有？还有最近 Uniqlo 主打的舒服类系列，好像每个欧美穿搭博主都有一件，到底值不值得下手？今天我们就锁定 Zara 还有 Uniqlo 联名款的毛衣系列。像毛衣也是最容易起球的布料，所以影片的最后我们会分享一下处理毛球的正确方法。Hello， 老朋友、新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Typical Girls， 我是最近在缓慢恢复周更的 A。影片都有设章节，你可以用你可爱的小手手点一下，就可以到你想要看的地方。再次麻烦大家帮我们广告多看个几秒，帮助我们产出更优质的影片。其实不论是 Zara 还是 Uniqlo 的联名系列，这一次都没有勾起我掏出钱包的小火花，等等会跟大家分享。像在选购秋冬毛衣的时候，我自己有分了一个小系统，分成3大类。我会看暖感、触感、美感。暖感跟触感主要就是要看材质的组成部分，美感方面呢，就是要看设计、版型、车缝细节这些要素。当然每一种材质它都有它的优点跟缺点，如果有预算的话，其实我们就可以看看自己最在乎的是什么要素，还有哪一些是可以稍微妥协一点的。并不是一定贵的毛衣就是你的理想型毛衣，也不一定便宜一点的毛衣就不好。所以这3样我就会依照自己哪一个感觉对我而言最重要，稍微做一下筛选。像我自己发现这几年最先被我断舍离掉的就是触感不好的，只要触感不好，不管它的设计我再喜欢，或者它保暖啊怎么样的，我都没有办法常常穿它，因为我大概穿2-3个小时，像在接触最频繁的地方就是这个领口，我就会开始红肿痒，所以我目前就是把触感是放在第一位。先聊聊 Zara 跟 Nanushka 的男装联名系列。我们一直以来也会看一些男装，所以这次在网站上看到 Lookbook 的时候，我也很有兴趣，就决定到现场看一看。只能说远看真的是很有 Nanushka 这个品牌的那种清冷、老钱，还有永续时尚，很有质感的感觉，有一种很低调的美。远看的时候小火花真的有冒出来，但一近看，所有的火花都在我上手摸到料子的时候瞬间冷冻。它是有美感的，但是没有办法近看。有一些毛衣呢，除了触感没有打动我之外，它的本身也很重。展示的毛衣就已经到处都是毛球，即使对于毛球没有非常挑剔的我，看到都有点受不了。但因为它太过于密集，所以我当场以为是设计的一部分，回家就赶快看一下网站照片求证，结果还真的是设计的一部分。不过它的质料真的是偏比较渣、比较刺肤，感觉会发痒的那一种，设计还是很不错的，如果不介意的朋友可以参考看看。题外话，它的饰品质感也是让我嘴巴半天合不上，就是真的很惊讶，因为它是主打慢时尚、高质感，怎么会妥协到这个程度？但真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买吗？我觉得也是有一件，就是这件的设计，它的近看现场是可以的。这类女性化有点像蕾丝的下摆，男生穿就会有一种反差阴柔感，女生当然也很适合穿。触感的话，每个人的肤质感受敏感程度也不一样，建议大家摸摸看再决定。接下来是 Marimekko 女装系列，他们这次还有出童装，但是单品不多，主要是以毛衣、摇粒绒外套还有一件 Heattech 高领为主。它毛衣的材质我看了一下，是全部都是100%纯羊毛，它的成分非常单纯，织法也比较密，所以也比较不那么容易起球。优点是因为是100%纯羊毛，比较保暖，不过它的触感比较敏感的朋友，我的经验是穿类似这样的质感跟皮肤接触的地方，我就会开始红痒。总之它的触感跟我不是很合。设计的美感方面，它的毛衣还有毛衣的上衣裙子是还蛮可爱的，都是小花花。如果你有小朋友的话呢，也可以穿母女装。一开始我最想要下手的其实是这个摇粒绒外套，但现场摸它的手感是有点偏粗糙的，不像以往 Uniqlo 出的是比较柔软蓬松一点的摇粒绒。但是口袋的设计是还蛮可爱的，是它的经典印花。它的 Heattech 高领上衣如果是花花的话，我就一定会下手，这次缘分未到。印花方面，包包的品质也不如我预期，但是也很能理解啦，毕竟印花就是它的品质很现实，也会直接的反映在价格上。符合 Uniqlo 的定价的话，可能也势必会稍微牺牲一些细节。
接下来就是 Uniqlo 最近还有一个主打的就是舒芙蕾毛衣系列。我看了一下台湾 Uniqlo 网站，它给它的取名叫做柔软舒肤系列。它有出4种的设计款，我也都到现场摸摸看了。以触感而言的话呢，它真的是摸起来就是感觉很柔软，蓬蓬的感觉，会有一种想要放在脸上蹭来蹭去的冲动，但我忍住咯。美感方面，这次颜色都很小清新，颜色就是还蛮可爱的，在秋冬这种全身黑的季节里面，可以绑在大衣外面做跳色。版型呢，因为它的材质的关系，所以它就是有一宽松蓬松的感觉，穿上会有一种慵懒悠闲轻松日常。喜欢时髦不费力的朋友应该都会蛮喜欢这次的设计还有款式。其中我还蛮喜欢有一款白底黑条纹的，它跟我非常合眼缘，版型是有点 crop top， 廓形也很可爱，有让我心动。尺寸方面的话可以选跟平常一样，或者是喜欢合身一点的可以选小一个尺寸，我觉得都还是蛮宽松的。再来就是暖感方面，我看了一下成分，57%的聚丙烯间纤维，是32%聚酯纤维，8%的羊毛，3%的弹性纤维。如果暖感的话，也可能不能抱太大的期待，就是在很冷的天气里面，可能要加个发热衣。如果要判断一件衣服容不容易起球，就要看它组成的材质有多少。如果组成3种以上的话，那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它是比较容易起球的。不过它是真的还蛮亲肤的，也不容易刺痒，所以就大家自己取决自己觉得最重要的那个点。不过毛球都是可以去除的，如果你更在乎触感还有设计版型美感的话，可以参考看看。最后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毛球的秘密。先说一下欧美纺织工会认定起毛球它有4个过程，就是起毛、纠缠、增长、磨损。天然材质、人造混纺还有人造纤维，哪一种会比较容易起毛球呢？5秒钟的时间猜猜看。其实所有的衣服除了皮质，只要是经常摩擦的地方都会起毛球，只是程度上的差异。起毛球的快慢还有毛球的浓密程度，其实是依照你摩擦的频率导致的。所以像是胯下啦、手肘、背包包的部位、腋下、袖口这些地方都会更容易起毛球一点。最后我就想问问大家，如何去除你毛衣上的毛球的？你是不是一看到毛球就想要拿这个或者是这个在你的衣服上面把毛球给粘起来？先不要放下你手中的那个胶带，你听到了吗？你的毛衣在喊救命。还记不记得刚刚提到起毛球的过程，就是起毛、纠缠、增长、磨损。其实在粘连的过程就是不断的让它增长、纠缠。就像我们如果长头发打结的话，你拿胶带去粘它，打结会解开吗？还是打结解不开，反而粘掉一堆自己的头发？那到底要怎么样正确的去除毛球？如果没有专门使用除毛工具的话，身边有的像刮胡刀或者是剪刀，可以就像刮胡子或者是剪分叉一样，先把大致的毛球去除干净。更讲究一点的话，我们就可以准备一把刷子，在剪好毛球之后，把它稍微的刷顺，作为结尾。另外就是穿毛衣的时候，可能外面加个外套，再背包包或什么的，尽量减少摩擦的频率。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不知道大家买舒芙蕾系列了没有？还是你现在选择毛衣，你会选择天然的还是人造的，还是天然混人造，或者是触感、暖感、美感这3样？你觉得这3样里面哪一样是你的优先选项？欢迎大家留言分享。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麻烦你点个喜欢让我们知道。如果觉得影片有用的话，不要总是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如无意外，我们下次见，拜拜。